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哈沟中文频道，我是主持人 Sam 群胜。我们的节目会在每个星期一播出，记得准时收看哦。我想很多人都在寻找热爱的事情，那到底怎么样去保持这样子的热情呢？有的时候你需要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做取舍。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吧。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谁呢？他是我大学的学弟，掌声欢迎梁家源。OK， 群正好，大家好。OK， 好，你满意你现在的生活吗？现在吗？在越南。对，在越南。哦，对，你要不要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，就简短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哪做什么？在某个鞋子工厂、鞋厂。某个鞋厂。对，某个鞋厂。那做鞋子，然后当干部这样子。对，当干部，所以是在越南的公司，对不对？对，在越南的台湾公司，反正很多嘛。对，很多。随便讲。好，我们也可以去肉搜它，没关系。不要。OK， 好，满意现在的生活吗？现在的生活满意。那会觉得好，现在生活满意，但之前有过这种就是很迷茫的阶段吗？很迷茫哦。迷茫。你觉得迷茫是什么？迷茫就是很困惑，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。我一直都觉得，我有一阵子吧，前阵子刚分手的时候，那阵子很迷茫，因为我的人生规划都是围绕着前女友在规划的，然后一分手就等于失去重心了嘛，你的核心不见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很多东西就散掉了，就很迷茫。那时候很迷茫，但如果你说撇除那个时候的话，我的人生很少迷茫，因为我价值观是觉得我规划太多也没什么意义，因为人生也不会照着你的规划走。基本上是我曾经规划过啊，因为小时候都说大人都说你要做事要先规划啊，你要规划你的人生啊。那我听他们的话，规划发现你的规划根本就是只是让你心里有个底而已。但是你的人生是完全不会照你的规划走的，完全对我来说完全不会照你的规划走的。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去考研究所，我也没想过我会来越。如果1年前跟我说你明年会到越南工作哦，你觉得谁会相信？我自己都不会相信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对啊，我的迷茫，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很迷茫，可是就是可能那种大学刚要毕业的人，他觉得很迷茫啊，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。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我就是我当下想做什么我就去做嘛。那做了喜不喜欢，不喜欢就换别件事了，喜欢就继续做啊，这样子啊。那你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热爱的事物是什么？目前吗？对，热爱的事物啊，我现在热爱的事物就是感受越南，还在感受越南。对啊，然后探索一些台湾得不到的东西啊。你举例一下。举例啊，例如说研究越南的街景，这是我目前为止研究越南的文化啊，不只是街景，文化包含音乐啊、食物啊、历史啊，然后街道啊那些，为什么这个街道长成这样啊？一定有它的原因嘛。我觉得其实现在都还蛮沉浸在探索越南的感觉里面。OK， 我记得你之前不是有在做音乐吗？我一直都有在做啊。对，那这个也是你的热爱的事物，对不对？
算是我人生的，我这个人的核心吧，核心之一吧。我觉得是这样啊。然后，因为我从小有学音乐，那我小时那候你学什么？学小提琴，有学风琴，然后还有风琴是那个乐队里面的。你会小提琴？我会小提琴啊，现在还会？你现在给我一把，我可以拉。真的假我学的？ 6年了。这么厉害？对啊，但我不会吉他，我尝试学过吉他，我一点点钢琴，哇，然后才子哎！我是很想学萨克斯风啦，很想学萨克斯风跟法国号，但没机会，没环境啊，那个很吵，太大声了，而且那个也不便宜。OK，好，那你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吗？很多层面诶，那就整体来说算喜欢，整体来说算喜欢，还算喜欢，就是没有到工作很难，为了赚钱的工作很难，很喜欢，除非你有很大的自主权。但目前我还是个小咖，所以自主权上比较难得到成就感啊，因为都是别人分配给你的事情。OK， 好，我先跟你们介绍一下，就是其实不要看梁家人现在这样子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要看他皮皮的样子，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大家知道他是成大的，这可以说吧？可以啊，可是成大的硕士，你感觉这个段话应该在上一集讲。没有啦，就是他很聪明，他其实很聪明，他是高材生。谢谢。对，那同时，如果我应该要说，就是在念硕士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边做音乐，对你来说是很难的事情吗？不难啊，不难啊。做音乐这件事情，制作音乐对我来说不难，重点是要怎么让你的音乐给很多人听，那是我做不到的事情。因为我觉得它就像你做汽车嘛，就是它有很多个，做汽车本来就是一个工艺，那你有什么轮胎，它有轮胎的工艺，然后座椅要怎么那些，还是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它是一个制成，它有分 compose 编曲嘛，然后mixing 混音嘛，然后 mastering 就是母带后置。那这些东西，我一开始从编曲开始学啊，编曲学，然后学到后面，其实我自己认为还行，还可以，以业余制作人来说还可以。那后来我又学混音跟母带，虽然说我母带没有做得很好，因为就那个就是，其实，在那个音乐产业里面，编曲会有特别一个人在制作学编曲，然后混音会有特别的人一个人在做混音，他不会是一个人所有包下来所有事情这样的。但是但是你做音乐你要卖啊，你连这个你都要自己去做，你其实很难去兼顾，所以我一开始以前的梦想是，就是当一个那种专门做音乐的人，可是后来发现没有办法，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完全部的事情，你一定要有资源，你一定要有人去支持你推播，然后有点类似你做产品出来，你还要有人帮你行销啊，可是行销跟制作产品它是完全两回事啊。对啊，的确是这样子，术业有专攻嘛。对啊，可是现在还是喜欢做音乐的嘛？我一直都喜欢啊。那要怎么样保持住那个热情？就即使你遇到刚刚你提到的问题之外，你要怎么 坚持住？我一开始会给我自己很大的压力，然后觉得说，我要每个月还是每几个月每一段时间我要做一首歌出来。前一阵子也被这个想法困住了，但后来我就觉得，反正我做这个只是兴趣而已啊，赚也赚不到钱，这个赚钱很难，真的很难。你说周杰伦什么的，可是我们只看到周杰伦啊，不知道会有几个1000个音乐人里面只出一个周杰伦，我们都没看到剩下999个啊。
对啊，那干嘛那么汲汲营营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，怎么讲？其实我前一阵子的想法是，我该不该为了这件事情赌上一生？我该不该为了如果我可以为这件事情去赌啊，我什么都不要啊，我就赌这件事情会成功。那，但我后来想，如果失败就没退路了。如果我做这件事情，我做到30岁、40岁都没做出成绩来，这辈子就是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我所以觉得音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也很爱，但是我觉得人生更重要啊。人生大于音乐，因为你有人生，你才有音乐啊。对吧？如果是我的做法就是没有必要，我觉得还有更多事情值得去做，对，对不对？那这件事情就当兴趣啊，有人说有热情不代表会成功，你怎么看这句话？我觉得完全是热情绝对不等于成功。我觉得你讲了很多东西都是社会上给我们的刻板印象，热情绝对不等于成功。OK， 绝对不等于。我觉得对，热情只是成功的要件里面之一而已。对，所以我觉得，对，它只是其中一个要件，它只是其中一个因素，不代表说你有热情一定会成功。但是只要你坚持住你的热情，我想离成功不远。但很多时候都是热情跟现实面冲突啊。的确是，所以在中间要做出取舍，或是要做出要抉择啦。你当然也可以融合，不过更多时候是，对啊，它可能会是一个光谱，对，看你要比较偏现实一点，还是你要偏你想做的事情一点。它很难去做一个现实跟热情结合的人。我觉得能做现实跟热情结合的人，天选之人。真的天选之人，很少人能够这样子啊。对 ，OK。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确是需要去好好思考这样子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结论就是，请你用一句话鼓励现在很迷茫的年轻人。鼓励吗？一句话。我一句话啊，我觉得我的价值观里面，我会觉得啊，这样就不是一句话了。没关系，你说。好，我先讲前提，这不算在一句话里面。我说我的价值观，我觉得就是，人生是来体验的，所以我一句话的话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，如果觉得不好就去做别的。那如果觉得好就继续做，这样子。OK， 很好，很简短，非常好。对啊。OK， 大家听到没有？就是这样子。可是你这样讲，好像我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了，才能这样讲。没有，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建议。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。对，好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